这个奶油小酥饼真的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你们一定要做起来呀！这个是台湾的经典小吃奶油酥饼，它全部是用黄油做的，特别的香酥，内馅软软的，香香的，甜甜的，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好吃，强烈推荐你们试一试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吃了让人开心的点心，反正我是这种感觉，吃完以后特别开心，而且我总想吃，要不是我必须控制，我觉得我一口气可以吃掉4个。先来做个无水奶油，也叫无水黄油。做这个酥饼要用一部分的无水黄油。无水黄油做法挺简单的，就是把黄油放在锅里，用小火煮，把油里边的水分蒸发掉就行了。油融化以后，慢慢的表面会出现这个白色的泡沫，就把它捞出去。这个泡沫是水蒸气，还有一些杂质，还有一些乳清蛋白混合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白色泡沫，捞出去就不要了。有人说能吃，也有人说不建议食用，说是里边的杂质和细菌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，保险起见的话，我觉得就不要了。随着加热越久，表面的白色泡沫就越来越少，它基本就没有了，那水分基本也就蒸发掉了嘛，那这个无水黄油就做好了，那就给它再过滤一下。最后剩点乳清会沉底，这点就别倒出来了，就留着做面包用呗。过滤完了以后，给它放到冰箱里，等它凝固了以后就可以用了。这个就是凝固以后的无水黄油。这个奶油小酥饼我用的配方是吕生达老师的配方，他这个配方是不需要全部用无水黄油的，只用一小部分。先做水油皮，先把面粉、糖、黄油放在一起，给它们搓匀。搓匀以后再加水，给它揉成面团儿。这个水量要根据你用的面粉吸水性调整，原配方水量是85克，但是我呢要多加一点，要用90到95克水。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常温水、凉水，也可以用开水。用开水烫面以后，面团会更软。开酥的过程中不容易开裂破酥，因为我做这个不是只做了一次，我对比过，对于我来说呢，用开水制作过程会更顺利一些，到最后面皮表面不容易发干。成团以后可以摔打几下，可以帮助它更好的形成面筋。刚开始揉成团以后就是这种状态，非常的不光滑，你也不要去反复的搓揉它，越揉越不光滑，就给它放着。然后来做油酥，油酥就是低筋面粉和无盐黄油混合在一起就行了，给它混合均匀。这个油酥黄油的量很大，有些低筋粉是吸水性强一点，那做出来以后状态就还好，有些可能就会非常的湿黏，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粉的情况调整。你可以用75克低筋粉加25克中筋粉这样的一个比例，但是这里油的比例尽量不要减少，要不然最后这个比例就不对了。看我这个还是非常黏的，手一摸它都粘在手上了，然后可以给它盖上，放到冰箱里去冷藏一会儿。这个时候就再把这个水油皮稍微揉一揉，轻轻的揉，不要使劲，揉几下看它表面比之前光滑一些就可以停手了。然后再给它盖上，让它继续松弛着。然后再来做内馅，内馅就是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，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把水也倒进来，把它们揉捏混合成团儿。没有香草膏就用香草精代替。这里如果你想让这个内馅吃起来能更香一点的话，那就用熟的低筋面粉。这个就是内馅成团以后的状态，因为我那个盆比较小，所以我就放桌子上再揉一揉。内馅揉好以后就可以给它平均分成12个，每个是15克。油酥从冰箱里拿出来，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状态应该能好一点。它要是还是比较粘手的话，你可以表面薄薄的撒一层粉，然后搓揉2下，它不粘手就可以了。然后也是给它平均分成12个。分割的时候如果觉得还是粘手的话，你就可以手上蘸点粉，然后再去捏它就好了。这里就省略10分钟的画面。把油酥和内馅都分好以后就给它们盖好，然后再来看这个水油皮，就是经过这么一番等待以后，这个水油皮已经可以拉出厚膜了，然后就可以分割了。这个也是给它分成12份，每个大概是30克左右。油皮30克，油酥15克，馅儿15克，它们的比例是2:1:1。通常这个水油皮分割完以后，可能还要滚圆一下，然后再包。
那这回我做的经验就是不滚圆了，直接给它捏吧捏吧，然后把油酥包进来。因为滚圆完以后，这个面筋就又变紧了，那你只能要再松弛一下，然后再包，要不然擀开的时候就容易漏。所以我就是在它面筋还不紧的时候，直接包上油酥，包完以后再松弛一下，这样在擀开的时候就方便操作了。包完以后，你可以给它松弛个10到15分钟，然后就封口朝上擀开卷起来，然后再给它松弛10到15分钟，再继续这样封口朝上给它卷起来，给它擀开，然后再卷起来。这个从上到下卷还是从下到上卷都可以，都无所谓，我是怎么好卷怎么卷。然后全部都卷好以后，再继续松弛10到15分钟。这个镜头没想到我忘记拍了。再松弛完以后就可以包馅了，把中间捏一下，然后把两头往中间挤，再给它压扁擀开。擀的时候稍微轻一点，就是如果你那个水油皮不够软的话，和那个油酥软硬度不能保持一致的话，就做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擀开的时候表面就容易破皮儿。把内馅放上来，然后给它们包好。包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法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封口尽量给它捏紧，封口可以堆的稍微多一点，因为这个我们最后还要擀开的。如果封口太薄的话，一擀开呢，馅儿就露出来了。包好以后可以给它这样压一下，也可以不压，然后就再继续给它松弛15分钟以后再给它擀开。擀的时候稍微轻一点，轻轻的给它擀成一个薄饼，也不需要太薄了，厚度1厘米左右可能。这样就好了，放在烤盘上，然后在中间划2个口，这个口划到底，所以你要用刮板划，不要用刀划，要不然该把烤盘给划了。这样防止它过度膨胀的，也防止它爆馅儿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预热烤箱，它不能马上烤，也要再松弛一下再烤。如果马上烤的话，也容易爆。烤箱预热180度，最起码要预热15分钟吧，然后再放进去，调到170度，给它烤25分钟。放到烤箱中层170度烤25分钟。我是最后3-4分钟的时候开了热风。我第一次做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那这个滑到底烤的时候它不会露馅吗？然而并没有。出炉啦！它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，看上去很不起眼的一个小酥饼，但它的味道真的惊艳到我了。特别的酥，然后这个里边的内馅是软的，像软糖。如果你热着的时候把它撕开，它里边这个内馅还是有一点流动感的，有点流心的那种状态。因为我这个麦芽糖是比较干的，所以它这个效果有点出不来。如果你那个麦芽糖是稍微稀一点的，这个状态就能出来。这个口感就是介于法式酥饼和中式酥饼之间的这么一个香气和口感。我对它的评价就是香香的、酥酥的、软软的、甜甜的。香香的、酥酥的是说这个皮儿，软软的、甜甜的是说这个馅儿，反正特别好吃。当然了，它也没有特别的甜了，因为糖量我也减了一些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帮我点个赞吧。